趙麗穎春晚後台牆角站曝光，內娛同行慌不忙。趙麗穎春晚後台的牆角站引爆全網，把敬業刻進骨子裡。後場14點貼牆如妝，彩排間隙單腿看劇本。她零片酬客串逍遙卻成最大贏家，不僅改劇本、見男主，更用20元戲服升級3000元重段，讓導演直呼來上課。當同行還在爭番位，他早已用專業和商業頭腦重定義演員價值不是工具人，而是內容的共創者。趙麗穎在春晚後台的一張照片，把內娛的遮羞布扯得稀爛。照片裡，她穿着香檳色禮服，把後腦勺、肩胛骨、臀部、腳後跟4點緊貼牆面，穩穩當當站成一根樁。這個被他自己改良過的牆角站後場姿勢，24小時內刷爆全網。康復科醫生跟着就出來科普，這姿勢是給頸椎做牽引復位。你看看，別人等個場恨不得躺下，趙麗穎後場都成了移動的健身房。更狠的是彩排間隙，被拍到在保姆車旁單腿站立看劇本，那是康復專家認證的進階核心穩定訓練。拍小成大事時，齊兒短髮藍工裝，皮膚曬得黝黑，被說像課本封面女主角，結果轉頭客串逍遙，就成了懸衣紅瞳的碎夢仙君，一張臉愣是演出2個平行宇宙。這些碎片化場景拼起來，就是一個把訓練融入日常，把專業做成肌肉記憶的趙麗穎。更絕的是，連體態管理都成了她商業布局裡的一枚棋子。就在牆角站上熱搜前，趙麗穎回應出演的採訪先刷了屏。為了和導演徐紀周的10年之約，她降薪2/3友情客串《逍遙》裡的反派碎夢仙君。外人聽了個情義價就感動得不行，可故事細節才讓人後背發涼。她這哪是客串，分明是零片酬換劇本修改權和編外監製身份。她把一個可能臉譜化的反派直接改成因愛生恨的複雜形象，還力薦侯明昊出演男主，戲裡戲外當總助攻，用最低成本撬動最高輿情收益，這算盤打得我在上海都聽得見。逍遙官微單獨為他準備的海報和預告片，一度引發喧賓奪主的質疑。可結果呢？劇集因劇情老套，主演 CP 感弱被吐槽。唯獨趙麗穎那3分鐘反派客串，成了全劇唯一出圈的年度名場面。觀眾甚至自發眾籌加戲，要求把她的角色改成隱藏女主。製作方最初擔心譚松韻扛不起劇，宣傳時藏着掖着女主名字，最後輿論直接失控。這劇情比正片還抓馬。今年1月，趙麗穎把社交賬號頭像換成碎夢仙君的劇照，業內又開啟深度分析模式。當時她剛拍完小成大事，從街道辦副主任到仙界魔尊，角色切換只用了9天。有分析認為，用客串角色頭像預熱，實則是為小成大事這類正劇預鑄道德高地。就算新劇反響一般，輿論的板子也會先撞上他都這麼仁義了的同情牆。客串逍遙時，他自帶跟了7年的妝造老師進組，把20元包郵的戲服升級成3000元1米的暗紋重段。導演徐紀周直接感慨：“這哪是客串，是來給我們上課。”雙引號。所以你看明白了嗎？當同行還在為我是一番你壓我翻的雞毛蒜皮撕破臉時，趙麗穎早就跳出這個維度了。她用牆角站完成了體態管理的降維打擊，告訴你敬業不是通稿裡的形容詞，是後場時也要繃直的腳尖。她用客串監製完成了身份突破，告訴你演員的價值不是當個高級工具人，而是成為內容風險的共擔者和價值的共創者。他那套基礎片酬加票房、分紅加社會效益獎金的模式，已經被華策、正午陽光這些頭部公司拿去當模板了。趙麗穎靠過的那堵牆，如今成了劃分內娛格局的線。線那邊是沉迷於番位大戰、通稿內卷、
數據造假的舊世界。現這邊是利用碎片時間鍛造專業，將人情債轉化為內容槓桿，精準操控公眾情緒的新規則制定者。所以別光盯着人家的天鵝頸羨慕了，先問問自己，候場的時候你是躺着刷手機，還是站成了一根樁？2. 首播一周片場測計，心如秋水孤行的他，趙麗穎擺脫戀情能否翻盤？開頭先來一句東北話，哎呀媽呀，這事兒熱鬧的跟過大年似的。趙麗穎這2年本該是穩着往上走的那條路，偏偏摔了個跟頭，開年大劇小成大事沒炸，反而被罵了個遍。更奇葩的是，劇還沒完，粉絲戰就開鑼了。趙麗穎這邊被說是前輩，結果跟小貝楊紫陣營掐起來，誰都不服氣，往裡吵的那叫一個有滋有味兒，外人看着直覺得莫名其妙，前後被鬧成這樣，搁誰樂呵？先把來龍去脈擺明兒，劇播出後收視和口碑沒到預期，網絡開始有聲音，有人說是趙麗穎粉絲給楊紫新劇打低分，也有人反駁是對方先挑事。這種事兒常見於咱們娛樂圈，粉絲先火了，明星就被裹進去。問題不在於誰先誰後，問題在於前輩的標籤被掰扯，感覺趙麗穎有點被拉低了身價。再放到更廣的牌局裡看，她的同齡人楊冪最近拿了個央視年度女演員的名頭，孫俪、楊冪之類去年作品收視率也頂呱呱，這些看起來不是天大的獎，可實際對資源、曝光、商業談判都有推動作用。說白了，人家拿了名頭和數據，你哭也得聽着。還有那段傳聞趙麗穎與導演趙德胤之間的緋聞，既不新鮮也不乾淨利落。有人扒到同款時間線，有人記得他否認時情緒化的爆過句粗口那事兒，當年就被放大了。這些小細節在吃瓜群眾裡折騰得可開心了。有人說兩人原本要二搭電影，結果又沒成，電影的角色又傳給了別人，網賺是無可惜。這就更讓人琢磨，到底是緣分盡了，還是另有盤算。總之，網賺傳聞這2字的念清楚，沒有確鑿證據，咱們別當乾貨。現在出現的好消息是，不少圈內消息源說兩人這樁緋聞可能徹底解綁了。我要是趙麗穎，我也樂意，因為把私生活那層攪和拿掉，至少可以把鏡頭和輿論退回到作品上來。說實話，緋聞像一層灰，蹭久了，不管演技多好，都難免被蓋一層。品牌方猶豫，投資方斟酌，合作方觀察，粉絲也累。咱們演員想要的是勞動回報，作品被看見、被認可，不是天天清理後台罵戰。說到付出策略，圈裡有3樣寶：好劇本、靠譜導演、穩妥宣傳。趙麗穎的底子還在演技口碑，觀眾基礎不能一朝一夕抹掉。問題是她已經空窗半年多，上一部戲收官也被吐槽，觀眾信心受挫，這債兒的慢慢還。她要是現在能接上一部扎實的現實題材，或者找個口碑導演合作，再配上一波不扯皮的公關，翻盤並非天方夜譚。反過來，若她繼續被緋聞拖累，粉絲內耗不斷，那就很容易被市場邊緣化。娛樂圈殘酷，沒耐心等你恢復。咱們也別忘了心理層面，明星也是人，緋聞會帶來焦慮、判斷失誤和情緒化回應。趙麗穎當年否認時的那句髒話，有人說她毀人設，其實也能理解，被逼到牆角了，誰都會有情緒。作為職業，一方面要保護隱私，另一方面又得面對公共輿論，這中間的拉扯，誰都得掂量掂量。他現在或許想的就是，別跟我扯私事了，讓我好好演戲，這沒毛病。給幾段現實例子做對照，圈裡不乏先被緋聞或失利打倒，後靠作品東山再起的案例，也有被標籤拖累，永遠出不來的例子。關鍵在哪裡？在選對戲，把控節奏，
以及背後團隊的執行力。有人靠一部爆款重回神壇，有人則在幾年消失後只剩懷念。趙麗穎還有優勢，觀眾記得她的好角色，粉絲基數也還在，只是時間、資源、劇本這3樣缺一不可。現在到了高潮，如果趙麗穎想借解綁之機全力付出，她會遇到3座大山。第1座是觀眾信任債，你的花作品去嗨；第2座是資源競爭同時斷好，劇本太搶手；第3座是粉絲治理，一旦粉絲再失控，公關成本高得讓人心慌。突破口在哪兒？或許是一部貼地氣的現實題材，或許是一位有誠意的導演，或許是一場精準的品牌和媒體合力。抓住一個，別的也許能跟上。最後跟大家嘮一嘮，趙麗穎是不是該趁現在徹底切割這段緋聞，靜下心把心思放到戲裡，還是繼續跟時間悶聲較量，用更多作品來證明自己？我覺得穩着來比炒作強，作品說話永遠管用，但也不能拖太久，機會窗口的把握。你們怎麼看？要不留言說說，咱們一塊嘮嘮這檔子事兒。放眼整個圈，明星不是單打獨鬥，家庭、資本、輿論、粉絲都在攪和，這是道理。給演員點時間和空間，也許明天就能看到他翻盤的那一刻。反正吧，吃瓜歸吃瓜，別忘了好戲還得看，熱鬧只是吊味兒。你說呢？